肖战这次白玉兰晚宴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席活动，别人是走红毯、拍大片、拼造型、抢镜头，他倒好，直接把低调2个字写在了行程里。没有绿毯高调营业，没有提前铺满全网的精修图，也没有一波接一波的官方预热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把曝光降到最低的出场方式，最后却让他成了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晚宴上最绕不开的名字。2026年6月25日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晚宴荣耀之夜在上海临港中心举行。这个晚宴本来就是电视剧圈1年1度的重要场合，各路演员、导演、制片人和行业代表齐聚一堂，现场星光密度相当高。按理说，能在这种场合被看见已经不容易，但肖战这次更夸张，他不是靠大张旗鼓刷存在感出圈，而是凭几个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那场画面，硬生生把热度拉满。这一次，肖战是凭借古装剧《藏海传》里的藏海一角，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。这个提名本身就很有分量，因为白玉兰奖在国产电视剧奖项里一直是主流认可度很高的奖项，能够被提名，意味着演员的作品和表演已经进入行业评价体系，不只是粉丝圈层里的热闹。更重要的是，肖战这次提名还有2个非常关键的意义。第一，他成为近13年来少见的凭古装剧角色入围白玉兰视帝的男演员。要知道，这几年主流奖项对古装剧的认可一直比较谨慎，现实题材、年代剧、正剧往往更容易被看见。古装剧想冲进视帝赛道，本来就不简单，所以《藏海传》能把肖战送进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，已经证明这部剧和这个角色不是单纯靠热度撑起来的。第二，他也是白玉兰视帝提名赛道里非常有代表性的90后演员。很多人过去提到肖战，总会先想到流量、热度、粉丝基础，但这一次白玉兰提名等于是用行业语言告诉外界，他不只是人气高，他的演员身份也正在被越来越多主流平台和专业场合看见。《藏海传》这次同样表现亮眼，整个剧组收获了多项提名，涵盖剧集、导演、演员等多个方面。对于一部古装剧来说，这样的成绩已经不是简单的报了2个字能够概括，而是从热度到口碑，再到行业层面的认可，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闭环。不过，如果只看提名本身，这场晚宴还不至于让全网这么上头。真正让肖战刷屏的是他在内场的一连串细节。先说他的行程，在参加白玉兰晚宴之前，肖战一直在青岛拍摄新剧《十日终焉》。剧组拍摄节奏紧，演员状态也一直处在高强度工作里。为了赶上这次白玉兰提名晚宴，他协调行程，从剧组赶往上海。也正因为时间紧，他没有参加官方绿毯，而是跳过了外场曝光环节，直接进入晚宴内场。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一般明星参加这种盛典，红毯往往是最重要的曝光窗口。造型能不能出圈，媒体图能不能刷屏，话题能不能立起来，很多时候就看红毯那几分钟。但肖战这次没有走绿毯，也没有提前把声势铺开。原本大家还以为他这趟会非常安静，结果反而激起了全网的好奇心。越看不到，越想看。于是社交平台上开始出现大量蹲肖战内场图的帖子。粉丝在等，路人在看，媒体也在找角度。没有红毯照，大家就盯着内场画面；没有高清精修，大家就开始翻现场路透。结果等到相关视频和照片陆续流出后，热度一下子就炸了。肖战当晚坐在《藏海传》剧组席位，与郑晓龙导演、曹艺文导演等主创同桌。整个画面看起来不像明星在刻意营业，更像一群合作过的伙伴在重要场合重聚，气氛很松弛，也很自然。尤其是肖战和郑晓龙导演之间的互动，成为不少网友反复观看的重点。从现场画面看，肖战和郑晓龙导演聊得很开心，两人不时交流，肖战也多次露出轻松的笑容。那种状态不是刻意摆出来的社交笑，而是整个人真的放松下来之后，自然流露出的愉悦感。也正因为太真实，才显得格外好磕、好看、好传播。
很多网友看到这段互动后，都忍不住猜测，两人是不是除了聊晚宴，还顺便聊到了《藏海传》后续相关内容，甚至会不会有新的合作计划？虽然这些只是网友的脑洞，但足以说明一个问题：观众已经开始期待肖战和优质导演、优质班底之间的下一次碰撞。晚宴里最有趣的一个名场面，当然绕不开白开水碰杯。在用餐过程中，肖战倒了一杯水，随后拿着高脚杯与郑晓龙导演碰杯致意。这个动作本来很正常、礼貌、得体，也符合晚宴场合。但好笑的是，郑晓龙导演一开始似乎以为杯子里是酒，结果看清楚之后才发现是白开水，反应特别真实。这个小小的停顿和反差，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笑点。于是全网开始玩梗，有人说别人拿酒杯是社交，肖战拿水杯也能喝出仪式感。还有人调侃，白开水被他拿在手里，都像是什么高级年份的收藏酒。笑归笑，这个细节其实很能说明肖战身上的一种分寸感。他不是拒绝社交，也不是端着架子，而是在尊重场合的同时，保留自己的节奏，以水代酒，既不失礼，也不勉强自己。这份克制和自律，反而让很多人觉得舒服。再说一个被讨论到很高的细节，就是他下意识摸喉结的画面。当时肖战坐在晚宴内场，整个人状态挺安静，可能是连日拍戏加奔波，嗓子略微不舒服，他很自然地抬手碰了一下喉结。这个动作并没有任何设计感，也不像刻意对镜头营业，可偏偏就是因为太自然，反而被镜头捕捉后迅速出圈。很多时候，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画面，不一定是明星刻意摆出的 pose， 而是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状态。肖战这个动作就是如此，没有夸张表演，没有强行耍帅，只是一个很轻的下意识反应，却因为他的仪态、表情和现场氛围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非常强的画面感。所以这段被传播之后，相关讨论很快升温。网友说他那场氛围感太强，也有人说这个镜头像影视剧里的慢动作。其实说到底，观众喜欢的不是单独一个动作，而是他身上那种干净、松弛又带点沉稳的气质。除了这些出圈画面，肖战在晚宴里的礼貌细节也很加分。入场落座时，他主动起身与老戏骨倪大红握手打招呼，态度自然又谦逊。面对前辈，他没有过分热络的强表现，也没有冷淡疏离，而是保持了很舒服的分寸。后来他又主动向同台的孙俪等前辈问好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姿态很真诚。这些动作看似不大，但放在公众场合里，很容易被人感受到一个人的修养。尤其是这种高规格晚宴，现场都是行业前辈和资深从业者，能不能做到得体，不是靠嘴上说出来的，而是靠细节体现出来的。肖战这次让不少路人有好感，也正是因为他没有把顶流写在脸上。明明人气很高，但状态并不浮。坐在内场，他就是一个认真参与盛典的演员。与前辈交流，他表现的是尊重；与导演互动，他展现的是合作过后的熟悉和信任。这种感觉比刻意制造话题更耐看。当然，作为盛典场合，造型也是绕不开的部分。肖战当晚穿的是灰色系西装，整体风格简洁清爽，没有特别夸张的设计，但细节很高级。灰色本身就很考验气质，穿不好容易显得普通，甚至有点沉闷。但肖战这套造型的优势在于剪裁干净，线条利落，颜色低调却不寡淡，和他当晚的状态很贴。西装外套搭配同系列长裤，整个人看上去挺拔又松弛，不是那种用力过猛的华丽，也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要抢夺所有注意力的浮夸，而是越看越舒服的高级感。配饰部分也很有巧思，他佩戴的宝石龙珠宝被用在胸前，像是给整套灰色造型加了一点精致亮点。再加上背头造型，整个人少了一些少年感，多了一些成熟和稳重。网友形容他像贵公子，其实并不是单纯夸脸，而是在说他这套造型和气质组合在一起，有一种清冷又温润的画面感。不是锋芒毕露的贵气，而是比较收敛的安静的高级。而整场晚宴里真正把演员肖战这几个字立起来的，
是他上台领取提名荣誉并发言的时刻。当他站上台后，发言并不长，也没有过度煽情。他先介绍自己是演员肖战，随后感谢上海电视节和白玉兰，也表达了能和这么多优秀演员同场的荣幸。他还提到现场有很多自己尊敬和喜欢的前辈，是自己学习的对象。最后，他表示未来会继续努力，踏实拍戏，并祝愿影视行业行稳致远，佳作不断。这段话很简单，但正因为简单，反而显得真诚。他没有把重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，也没有借这个机会大篇幅营销个人成绩，而是把视角放到了行业和作品上。尤其是最后那句祝愿影视行业继续稳步前行，多出好作品，确实让很多人看到了他作为青年演员的态度。一个演员真正想走得远，不能只看眼前一次热搜，也不能只靠一时流量，能不能持续拍出好角色，能不能在行业里保持谦逊和敬畏，能不能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成长的台阶，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东西。肖战这段发言之所以被夸，就是因为他没有空喊口号，却能让人感觉到他的清醒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发言时，现场不少宾客都起身拍照。这个画面被传出来后，网友感叹最多的就是排面。在一个业内人士云集的场合里，全场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，这种场面确实很有冲击力。它说明肖战的关注度不只是线上热闹，也延伸到了活动现场。但要说这场晚宴最被反复播放的画面，还得是那段13秒那场行走视频。这段视频其实很短，只有10几秒，没有复杂剧情，也没有刻意运镜。画面里，肖战穿着灰色西装从内场走过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，步子不急不慢，眼神清亮，整个人显得从容又坚定。就是这样一段看似简单的视频，却被网友反复截帧、循环播放，甚至有人说每一帧都像壁纸。为什么短短10几秒能让人这么上头？原因不只在颜值，首先是他现在的底气不一样了。过去外界总喜欢用流量去概括肖战，但这几年他一直在用作品往前走。从《藏海传》到《十日终焉》，从不同题材到不同角色，他没有停留在安全区里反复消耗自己，而是在不断尝试新的表演空间。加上此前多项影视荣誉的积累，他身上的从容感已经不是刻意装出来的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其次是角色和本人之间的反差太强。前一天，《十日终焉》相关片花曝光，肖战饰演的旗下是一个张力非常强的角色，带着凌厉、破碎、疯狂和压迫感。观众刚刚看到他在剧里完全不同的一面，转头又在白玉兰晚宴看到他温和、沉静、谦逊的样子，这种反差自然会放大讨论度。剧中可以疯批，剧外可以温润，角色里有锋利感，生活场合里又很克制。这种切换恰恰是演员最有吸引力的地方。他让观众相信，他不是只能演一种类型，也不是只能靠自身气质撑角色，而是真的能够进入不同人物的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说他越来越有剧抛脸的感觉。晚宴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看点，就是腾讯视频和优酷围绕肖战展开的平台互动。腾讯视频这边明显把重点放在《十日终焉》和旗下身上。晚宴期间，相关物料更新得很勤，话题也围绕肖战的新角色展开，像是在提前给待播剧续热。网友看完之后调侃，腾讯这波像是旗下专属事业粉，全程盯着新角色发力。另一边，优酷作为《藏海传》的播出平台，也没有闲着。虽然它不是晚宴现场的主拍摄方，但依然不断释出与《藏海传》相关的肖战物料，用剧集内容和角色高光来稳住存在感。一个平台主推新剧，一个平台守着爆款旧作，两边各有重点，却共同把肖战的热度越推越高。网友总结得很有意思，要让两个平台同时忙起来，可能只需要一个肖战。这句话虽然是玩笑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肖战身上的市场价值。平台愿意围绕他做内容，是因为他有热度、有话题、有作品承接能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不是只有粉丝会看，路人也愿意围观讨论。这样的演员，在当下的影视市场里确实很难得。
因为肖战这次没有走红毯，早期又缺少高清正脸图，所以全网还出现了一波大型催图现场。肖战工作室快出图相关讨论迅速升温，粉丝一边等图一边玩梗。有人调侃工作室平时很会写文艺文案，但这次大家只想要高清照片，也有人表示不需要太多铺垫，直接上图就行。这种催更氛围其实挺真实，也挺好笑。它说明肖战这次晚宴造型和状态确实让大家很想收藏高清版本。从绿毯缺席到内场刷屏，从白开水碰杯到摸喉结出圈，从礼貌问候前辈到台上真诚发言，再到13秒视频被反复传播，肖战这场白玉兰晚宴几乎把低调但有存在感演绎到了极致。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最喧闹的位置上，但镜头还是会找到他。他没有用夸张方式制造热搜，但细节依然会被看见。他没有急着证明什么，可提名、作品、现场状态和行业认可已经在替他说话。这几年，肖战的变化其实很明显。早期大众讨论他，更多围绕人气、流量、颜值和粉丝声量。但现在再看他，关键词正在慢慢改变。大家开始讨论他的角色完成度，讨论他的作品成绩，讨论他能不能在主流奖项里站稳，讨论他与导演、前辈、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。这种变化才是一个演员真正往前走的标志。流量可以让一个人被看见，但作品和实力才能让一个人留下来。肖战现在所走的路，就是从被看见走向被认可。《藏海传》让他以古装角色冲进白玉兰视帝提名赛道，时日中烟又让观众看到他在新题材里的可能性。一个是已经交出成绩的作品，一个是正在继续期待的新项目，两者叠在一起，也让外界对他的演员未来多了一层想象。而这次白玉兰晚宴恰好成了这种转变的集中展示。他在台下是谦逊的，在台上是清醒的，面对前辈有礼貌，面对镜头不刻意，有顶级热度却没有被热度裹挟，有巨大关注却仍然把踏实拍戏挂在嘴边。这样的状态才是最难得的。接下来6月26日白玉兰颁奖典礼将正式举行，红毯、颁奖、最终奖项归属都会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。肖战作为最佳男主角提名者，也会继续出席后续盛典。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这次提名对他来说都已经是一份重要肯定，因为他证明肖战不是只在流量场里热闹的人，他也可以走进主流奖项的评审视野，不是只能靠粉丝声量制造话题，他也能靠作品和角色获得行业认可，不是昙花一现的热度人物，而是在一步步把演员这条路走得更稳。从《藏海传》的藏海到时日中烟的旗下，从古装权谋到无限流新题材，肖战正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表演边界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最怕的是被固定在一种形象里，而他现在显然不满足于重复过去的成功，他愿意进入新的角色，也愿意接受新的挑战，这也是观众愿意继续期待他的原因。说到底，白玉兰晚宴这一夜，肖战真正打动人的并不只是13秒神图，也不只是某个出圈动作，而是他整个人呈现出的状态，低调、松弛、有理、有底气，也有继续向前走的清醒，这才是最有力量的地方。一个演员能不能长久，不看他一场活动有多热闹，而看他离开热闹之后，还能不能继续回到剧组，继续拍戏，继续用角色说话。肖战这次从剧组赶来参加盛典，又将在活动后继续投入工作，这种节奏本身就说明他没有把红毯和热搜当成终点。热度只是外界看到的表面，作品才是他真正想抓住的东西。所以这次白玉兰晚宴，与其说肖战是靠低调炸场，不如说是这些年一步一步积累下来的实力、口碑、作品和个人修养，在某个重要场合被集中看见了。观众看到的是一个13秒视频，背后却是多年打磨角色、持续拍戏、不停突破舒适区的结果。接下来，白玉兰颁奖典礼的最终结果即将揭晓，所有人的目光也会继续聚焦在这个舞台上。无论奖杯最终花落谁家，肖战凭《藏海传》站上这个赛道，本身就已经写下了属于他的一个重要节点。
从被质疑到被看见，从被讨论到被认可，从顶流演员到主流奖项提名者，肖战这一路并不容易。但也正因为不容易，才显得今天的每一步都更有分量。期待他在白玉兰终极盛典上的红毯亮相，也期待他未来带来更多真正能站得住的角色。毕竟对于演员肖战来说，最好的回应从来不是喧嚣，而是一部接一部作品，是一次比一次更稳的表演，也是每一次站上舞台时那句简单却有力量的"我会继续努力"。他是拍戏，